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哈比亚频道。我们的频道将在周五每2周一更，欢迎大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辣条是一种对于80后、90后甚至00后来说都非常熟悉的零食种类，在网络上被称为具有童年的味道。它又被叫做大面筋、素牛筋等。主要原料是小麦粉、豆类或其他谷类。2019年12月10日，在父母口中是垃圾食品的辣条，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证明，成为正规菌，划入调味面制品的分类，并且总局也对辣条的质量安全监测提出了确切的要求，例如加强对原辅料和生产过程的监督，倡导减盐、减油、减糖等等。这么看来，辣条是不是变得健康了呢？但是在2021年7月，专注于消费产品比较测评的杂志《消费者》报道整理出2015年10月至2021年6月期间，国家和省级市场监管局关于调味面制品的质量抽检中，一共有401个批次不合格，其中辣条大厂卫龙也榜上有名。卫龙是由创始人刘伟平于1999年创办的休闲食品品牌。2001年，卫龙从小吃牛筋面中得到灵感，并制作出第一根辣条。2003年，成功申请到了卫龙商标。经过公司不断开发新产品，在各大平台上拓宽消费渠道，以及实施一系列的营销策略，终于在2021年5月12日，卫龙提交了上市申请书。企业名称是卫龙美味全球控股有限公司。于是卫龙成功改变了人们对辣条土、不卫生、廉价的刻板印象，成为了一家高大上、有趣时尚、值得信赖的食品公司。首先，形象转换从换包装开始。2015年2月，卫龙将食品包装袋从透明换成了不透明的白色，并且印上了诱人的食物大图。各大消费平台的宣传也配合发布了一系列干净卫生的食品细节图，这些赏心悦目的图片立即增强了人们的购买欲。紧接着，在2016年，在宣传食物美图的同时，卫龙也创造了一系列的网红用语，比如在包装袋上印着“不是所有的辣条都叫卫龙”，“来包辣条压压惊”，“辣条就是任性”等等，不仅能立刻吸引人们的目光，也非常接地气。在年轻人之间口口相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这样的卫龙怎么会不受人们的喜爱呢？虽然我们经常用辣条来统称卫龙旗下的食品，但事实上卫龙所生产的食品远远不止辣条，它们大致分为调味面制品、蔬菜制品、豆制品和肉食卤味这4大类。调味面制品就是众所周知的辣条了，有大面筋、小面筋、亲嘴烧、大辣片等等。蔬菜制品有魔芋爽、风吃海带、香辣土豆片，豆制品只有软豆皮，还有肉食卤味，包含了香辣小鱼、泡椒凤爪、78度卤蛋、溏心蛋等。目前经过10几年发展的卫龙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辣条品牌，即使因为近几年其他食品企业渐渐开始涉足辣条领域，例如三只松鼠、盐津铺子、良品铺子等等，使卫龙所面对的竞争和挑战有所增加。但是由辣条起家的卫龙也在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产品。2017年，为了顺应自热食品的潮流，卫龙面向川湘渝的重口味人群，推出了自热火锅品牌背锅侠。2018年，卫龙又开始布局方便食品的市场，推出自来熟辣条火锅产品。2019年，方便速食的酸辣粉和搭配好的炭烤小香肠也开始在卫龙的天猫旗舰店里售卖。看完了这支关于辣条的视频之后，你们想起了哪些关于辣条的记忆呢？有没有一些小时候和父母斗智斗勇偷偷买辣条吃，或者和要好的小伙伴们一起分吃一袋辣条的经历呢？作为留学生的你们，也给国外的小伙伴买过辣条吗？他们有什么有趣的反应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喜欢这类小科普型视频，欢迎点赞、转发、收藏、订阅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最新视频上线的提醒。我们下次视频见。